高架枪，不为舞蹈，为的是杀敌。马步持枪式，这个动作也是做兰拿扎的基础架势。古语有云：“枪似缠腰锁，兰拿不离腰。”意思是持枪的时候一定要把后手放在腰间，这样架构更加稳定，别人更不容易打掉你的枪。而兰拿不离腰的意思是兰拿都是以腰发力，以腰运枪。这里也是完美诠释枪不离身，要让枪挨上你的肚子，形成3个力点，使枪身更加稳定。所以知道古代的将军为什么都是将军肚了吧？正常持枪不是端平枪，而是像这样与地面大约45度。这里枪不入把也是细节满分。枪不入把并不是指后手要握住枪尾，而是指后手要放在带脉的位置。至于后手握住枪的哪，那都是无所谓的。当然，握住尾端可以让攻击距离更远，更能发挥出1寸长1寸强的优势，也可以在刺的时候防止手打滑。握枪的时候讲究前手如管，后手如锁。这里高士之所以要端平枪，是因为对手用的不是同等长度的枪，只是比枪要短得多的剑，所以高士想要用枪身长的优势压制裴十二。但是这种持枪只能做刺、挑等动作，如果对方也是用枪的高手，且3体式持枪，这样持枪可以说是还没开打就输了一半。马步平扎枪，正所谓枪扎一条线，持枪跪4平，需要我们的手肘、肩头身接在一条线上，深藏于枪后。更细节炸裂的是，刺枪的时候，双脚不在同一条线上，这样刺枪的时候更方便用腰胯发力，以便带烧。拦枪格挡，也就是拦拿扎中的拦。裴十二顺着高士拦枪的力道旋转卸力，顺势躲开了高士的进步挑枪，回身提膝刺剑。这里提膝的目的是让剑刺得更远。八卦剑经典招式燕子抄水，旋子转体，横空旋转2圈半接平刺剑，被高士用枪尾弹飞。裴十二的身法灵动且飘逸，我上次看到这么敏捷的身法，还是在我解说剑圣于承辉老先生的时候。云扫枪，拿枪顺势秋风扫叶，弓步挑枪。这里裴十二一直想要近身，但是却完全没有机会。在古代，枪多为2到4米，如果你想要强行近身，根本进不去。串指、串扎、转身五花上挑枪，本来枪就比剑厚重的多，再加上杠杆原理，还有力举，再通过转身蓄力来的上挑枪，力量 buff 叠满，直接把裴十二震得手麻。好！金鸡独立式，这里裴十二的剑还没出手，就被高士预判压枪。燕子抄水，顺势架剑，太极劲力粘连连随。横空转身提膝刺剑，转身是八卦掌的思维，而这一块一慢之间的攻防转换，则是太极拳的理念。剑走轻灵快速，枪走刚猛霸道。裴十二也是深知在空旷的平地交手，自己的武器并不占优势，所以利用自身更加敏捷的身法，来到地形更加复杂的桥上，这样会大大限制枪的攻击。提膝隔剑，换把扫枪，这一招以前手为支点和发力属于马战枪术之一。上步横扫枪，剑弯成这样还不断，并不是说明剑本身有多好，而是裴十二强大的核心力量顶住了大部分的冲击，不然再好的剑也经不住这么造。回马枪，这里高士的回马枪能够做到回头与刺枪同步，已经可以说是登堂入室了。但是于老的回马枪却可以枪先出，头后回，完美契合了英雄联盟里赵信的台词，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也就是达到了真正的电影里也不敢这么拍的境界。反手架挡，顺势贴枪斩。裴十二作为一名女子，能够仅靠剑就打败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的高家无敌枪，已经很是令人惊艳了。且裴十二还做得一手好诗，可谓是文武双全。可惜最后却因为是女子，却不受朝廷重用。裴十二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无数有才华却因女子身份不受重视的女性人物缩影。